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超级小马，一个专注一个对象拍照摄影师。那么前段时间呢，发布了一组泡泡人像，大家还挺喜欢的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将系统的跟大家分享这组照片拍摄的详细经验。内容呢会分为3个部分：准备阶段、后期阶段、前期拍摄阶段。这组照片的后期调色其实非常简单，所以说我把后期放在了前面来讲。它真正的难点是在前期拍摄当中，所以如果你也想拍出这样如梦似幻的泡泡照片的话，那我相信今天这期视频应该会给你带来启发。那既然是拍泡泡人像，泡泡机或者泡泡棒，那自然就是基本配置。很多人看到我这组照片里的泡泡特别多啊，都在问我，小马老师这样的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？其实背后的秘诀非常简单。那就是我作为摄影师，我自己拿了一个泡泡机。那我手上的这台泡泡机呢，主要是用来增加画面里的前景，来为画面塑造一种梦幻的感觉。顺带一提，另外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，整个拍摄流程可能会非常长，大概会占据2到3个小时，所以说请一定要准备足够多的泡泡水，避免没有泡泡可吹的尴尬。在场景选择上呢，记住这3个最关键的点：深色背景、自然光、开阔场景。深色背景呢是泡泡现形的条件，因为泡泡呢本身是透明的，只有边缘被光折射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看见它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深色背景它的好处就是它能够塑造反差，是让泡泡从空气中浮出来的基础。而背景越浅呢，泡泡就越容易消失。接下来自然光，泡泡发光的条件，泡泡真正梦幻的那种七彩光晕啊，主要是在逆光或者侧逆光的情况下才容易形成。同时自然光也决定了人物肤色的氛围感，泡泡可以飘，但模特必须要被照亮，所以说自然光就是连通人和泡泡的桥梁。那前景开阔呢，是泡泡有层次的条件，就是你得给泡泡一个能够飞进来的前景，也得给它一个能飘出去的背景，让泡泡呢出现在前中后景的不同位置，画面才会有那种会动的静态感。所以综上所述呢，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，找一个阳光天的小树林拍摄。那拍摄泡泡人像呢，在焦段上呢，我是比较推荐中长焦这样的镜头。那我自己这次用的呢，是来自思锐光学的这一支主光系列85毫米，光圈能达到 1.4 的镜头。那85这个焦段呢，能很好的压缩空间，让泡泡和人物呢自然的在画面当中融为一体，同时呢也能形成柔和的郊外散景，是营造梦幻感的基本构件之一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前面说的拍摄泡泡的时候，往往你的拍摄时间会拖得特别长，所以尽可能的减轻摄影师的负担也是必要的。那么在这一点上呢，这颗镜头仅500多克的设计就非常的方便。除了镜头以外呢，我还搭配了一个1/4的黑柔滤镜。那它的作用呢，主要是让画面里的高光能够有轻微的扩散，为画面呢增添一点电影般的模糊边界。这里先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这组照片的调色过程。其实你会发现，除了处理光比之外，我几乎没有做太大的调整。可能有2处需要提一下的是，第一是对比度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原片在这样的场景下对比度是比较低的，所以看起来呢就比较灰比较雾。为了让画面更清晰，泡泡的边缘更通透呢，我在后期拉高了对比度，并稍微做了一点去朦胧的处理。第二呢是绿色色相的调整，我把绿色的色相呢稍微往黄色偏了一些，让整体氛围呢靠近一种比较怀旧且温暖的感觉。那具体的参数呢，我已经放在这个视频里了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关于调色上面的问题呢，也欢迎随时评论区留言。这几乎是影响泡泡成片质量的最关键因素。风太大的话呢，泡泡刚飘出来就被吹走了；那风太小的话呢，泡泡就只会在原地漂浮，画面呢就会显得很单薄。所以拍泡泡人像的时候，一定要学会等待，等风变相的那一刻。风变相前，你吹出去的泡泡将会被重新的吹回画面当中，与你此时正吹出来的新泡泡在画面里交错重叠，形成一种有层次的梦幻的漂浮状态。手动对焦这一点应该非常好理解，在实际拍摄的时候呢，泡泡呢会在前景里面飘来飘去，非常容易挡住人脸。如果使用自动对焦的话呢，相机就很有可能会误锁泡泡本体，导致人物对焦呢跳来跳去，成片率呢就非常低。所以我推荐呢全程使用手动对焦。
如果你使用的不是泡泡机，而是泡泡棒的话，如何吹泡泡就是一个你需要特别注意的点。因为其实吹泡泡是一次镜头前的表演，嘴型呢必须要保持一种轻松自然的感觉。就比如说像这样，如果呢你像常规的那种吹泡泡，比如说那整个画面呢就不太容易显得好看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在正式开始拍摄之前呢，我建议先让摄影师检查一下模特吹泡泡的感觉，然后目的呢是让模特找到一种最轻的，但是又足够吹出泡泡的力度来进行拍摄。这一点呢，也是这期视频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点。拍摄泡泡人像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想要拍出氛围、拍出感觉的话，往往呢你需要等待、试错和反复的尝试。那经常会有的状态呢，就是泡泡要么飘不进来，要么对不上焦，要么风又不配合。那这些情况呢，都会让模特在长时间的拍摄里感到疲惫，甚至感到烦躁。所以呢，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呢，我们作为摄影师，不仅仅是在操作相机，我们更要去维护一种拍摄氛围，就是你得适当的鼓励、引导和给模特打气，让他相信刚才你好像给他拍了一张很不错的照片，这样呢，模特就会更有信心且更有动力的投入接下来的拍摄，而不是勉强的配合你。有时候一句轻松的肯定，比如说像这样，哇，真好看，我刚才那样绝了，哇，太美了。那么这些话语呢，可能比你调整任何参数都要有效，因为好照片的前提不只是光线和构图，而更是在拍摄当下，你镜头前的这个人是不是愿意在你面前